宋锦与萧衍之很快就从秦军口中得知秦家老祖同意扶持赵钱的事。二人听到这事之后，都双双暗松了一口气。有了秦家的支持，赵钱等于一日之间拥有了半壁江山，已经有实力与太子众皇子抗衡，不再是孤立无援了。马上午饭了，你留下与我们一起吃。宋锦也一直没有开口请公公一起吃，也是觉得得由当儿子的开口最合适。果不其然，秦军听到萧衍之邀请他留下一起吃饭，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。不会打扰到你和儿媳妇吧？怎么会打扰到呢？公爹喜欢吃什么菜，可以写一个单子，以后让楼下送上来。为父没什么要求，随意就好。只是不管是宋锦还是萧衍之都没有想到，每日送食的小厮会混进来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任全天下人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她是谁。她名叫宋云锦，快穿系统女。是的，快穿系统女。她本来与宋锦一样来自同一个世界，宋锦的原来世界异变了。大地震过后，再下一场红雨，每个人都获得不同金手指，有人获得锦鲤体质，有人获得空间，有人获得异能，还有人长了翅膀或狐狸尾巴。总之千奇百怪，什么人都有。宋云锦获得的是快穿系统，这个系统很暗黑很变态，叫什么拆 CP 系统，就是专门拆散3000世界所有男女主，拆散一对他就能补血续命。如今系统命他必须拆散与萧衍之在一起的女人，拆不散，他不仅得不到补血，还可能被系统削成人质，永远留在这个世界里。削成人质，他不明白系统为何有这么变态的要求。可是为了活命，他只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抢了萧衍之，另外一个方法是必须毁了萧衍之身边的女人。系统，你确定男主就在顶层？是的，宿主，男主就在顶层。男主可是第一美男哦，宿主看见后一定会喜欢的。宿主只要将男主抢过来，或者杀了他身边的女人，系统不仅奖励宿主50年寿命，还奖励宿主1个亿。50年，1个亿！宋云锦闻言心动了。我去，他上一次穿书拆散一对男女主才获得3年的续命，收入1000万，这次拆男女主还挺划算的呀，不仅白得50年寿命，还能白得第一美男。是的，宿主，加油，看好你，快去拆吧。系统已帮你抹除了小厮记忆，记住啊，拆不散，你最后会削成人质，生不如死哦。不过系统，男女主会不会很难拆啊？系统，要不将我的脸变成女主模样，我直接冒充女主将男主睡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男主不敢不收我吧？宿主要对付的女人并非女主，且系统无法改变宿主容貌，要接近男人需靠宿主自己哦。与男主在一起的不是女主？没错，与男主在一起的只是女配。宿主快上顶层吧，抢了男主或杀了女配，宿主就可以得50年寿命，1个亿哦。好，听了，2个古代人而已，我还不信我一个快穿系统女拆不散他。宋锦与萧衍之一点不知情危险在接近，见10个小厮端菜上来，二人像往日一样带着4小家伙净手之后，再与秦军一起围着石案坐下。打扮成小厮的系统女宋云锦身子突然一歪，紧接着果盘哗啦，连同水渍一并全倒在了萧衍之的身上。还没等所有人反应过来，宋云锦又已经扑向萧衍之，拿着棉布就要往萧衍之下腹上下其手。对不起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萧衍之傻眼了，
好在他在宋云锦伸手快要碰到他下腹那刻反应过来，恶心的慌乱退开了。你干什么？然而他虽恶心，却没有怀疑眼前的小厮是个女人。秦军也没有看出小厮是女人。来人，把这小厮扔出去！不，应该把他扔下河去。没等萧衍之与秦军反应过来，宋锦盯着宋云锦瞬间苍白的脸，眸光犀利，洞悉人心。怎么，你以为你女扮男装，我认不出来你是女的？勾引我相公，你这手段还不如青楼那些妓女高明，你好歹记得要变声一下才对啊。而且这种勾引男人的狗血方式让他很熟悉，简直就像小说里小职员倒咖啡霸总身上的桥段。宋云锦被宋锦犀利的眸光吓了一跳，他没有想到眼前的宋锦这么聪明，居然一眼就识破她是女人。她在原来世界可是2线演员，她自认自己的化妆术不可能被看出端倪才是，因为系统可以帮助抹除所有人记忆，而且她也会游泳，且一早做了准备，根本不惧被扔下河。切，我承认我是女的，可是谁规定小厮不能是女的？把人扔下河去。虽然身体没被碰到，但是萧衍之确实被恶心到了，一刻也不想再看见宋云锦这个恶心玩意儿。宋云锦眸光再次看向萧衍之，细看之后才发现男主实在帅得人神共愤，第一美男当之无愧，他好喜欢，只是好可惜啊，这个美男似乎很喜欢女配，但没关系，他要的不过是续命，下次再出现他改变策略，只要弄死女配，照样能多活50年，且得1个亿。不用你们出手，我自己跳。宋云锦冲着宋锦邪魅一笑，突然朝门外冲去，纵身一跃，哗啦一声跳入了运河。当他跳下河那刻，官船上所有人的记忆都同时被系统抹除了。然而除了一个例外，那就是宋锦。宋锦原本就是穿越过来的，记忆本就不是原主，系统抹杀他记忆，抹了一个寂寞。宋锦在宋云锦跳船那刻，第一反应便是追了出去。之后他果然看见宋云锦会潜水，会游泳，且宋云锦表面跳河了，实际早就准备了一根绳索，趁机又摸上了官船。宋锦不动声色，眯眼盯着宋云锦溜上船。不多时，萧衍之一脸迷惑走出房来。阿锦，正要吃饭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不合胃口吗？怪惨，我衣裳怎么弄湿了？秦军与4小家伙也走了出来，一个个一脸莫名看着甲板上的宋锦，全都心道奇怪。大家伙刚刚正要吃饭，宋锦怎么莫名其妙就跑出房？不记得自己衣裳怎么弄湿的？是我汤勺意外倒湿的吗？宋锦听了心下一沉，他曾有预感会突然跳出一个很厉害的女人，也早就预料到改变了剧情肯定会对付他，千方百计抹杀他。没想到派了一个能抹杀记忆、拥有金手指的女人过来。不过金手指又如何？就是他很好奇，剧情派来抹杀他的角色到底是谁？宋锦原本想将这事告诉萧衍之，但想到敌人要是再来，估计又会故技重施抹掉记忆。最后他选择暂时将这事隐瞒了下来，而且他也装作自己被抹杀记忆，按兵不动。3日后，宋云锦再一次上了官船顶层，给宋沐浴用的热水。宋云锦第一次探过底，他知道宋锦不蠢且很聪明，所以他什么也没做，老老实实送了热水就离开。宋锦看在眼内，也当作没发现。第5日、第6日、第7日，宋云锦依旧是负责送热水倒公桶。等到了第8日，宋云锦正准备对宋锦下手，宋锦突然鬼魅一般出现在3楼他的房内。说吧，你是谁？什么名字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宋云锦一连8天观察宋锦，宋锦又何曾不知道来搜宋云锦的底细？这不，一搜就在宋云锦房内搜出了一把热舞。看到热舞那刻，宋锦哪还猜不到对方也是穿越的，而且有备而来。
宋云锦看到系统奖励的热舞落在了宋锦手中，心知自己这下死定了，踢钢板了。尤其当他后面看见宋锦动作无比熟稔，拆了弹夹之后熟稔装回去不止，还打开保险，冷冰冰黝黑的枪口突然对准他的眉心，吓得脚都软了。快说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想杀我？系统滚出来！这个女配到底是谁啊？她怎么会使枪？为何不告诉我她也是穿越的？为何她的记忆没有抹除？宿主快逃！宿主快逃！宿主快逃！给你5秒钟考虑，要不要回答？不答，死。宋云锦再次听到熟悉5秒钟，100%确定宋锦是穿越的，身子直颤抖。她这是倒了什么8辈子血霉？一个身怀系统的快穿女，居然被一个穿越女抢了武器不止，还被指着眉心。而且她发现自己用武器还没有穿越女熟练。我叫宋云锦。宋锦听到宋云锦3个字时，眉心狠狠跳了一跳，居然是书中被削成人质，下场生不如死的女人。宋锦以为宋云锦是原主，露出你原本面貌。宋云锦哪敢不从，立即将自己脸上贴的浓眉还有假胡子撕了，露出一张姿色上乘却与原主完全不一样的脸。身体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？他想知道原主是不是也魂穿了，若是原主回来抢萧衍之，想来杀他就合情合理了，若不是，这个宋云锦就可以死了。身体当然不是我的，我与你一样都是未来穿越的呀。老乡，我们是穿越老乡啊，看在老乡份上，你不能杀我。宋锦闻言气笑了。老乡，背后一枪，说的就是你。对方既不是原主，他就不亏欠。一个穿越女出现，就处心积虑想杀他，抢他男人，难道他还要与穿越女称老乡？你可以死了。言罢，在宋云锦惊恐慌张的瞪视下，扣下了扳机。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哼！一声枪响，经过消音器，并没有引起官船上其他人的注意。宋云锦到死都不明白，自己终日打雁，竟被雁啄了眼。宋锦神情冷漠，看着宋云锦的尸体一点点沉入了运河，直到完全消失，才敛神离开3楼，回到了顶层。萧衍之丝毫不知宋锦干掉一个女人，记忆里更没有宋云锦这号人。直到夜深人静，4小家伙睡沉之后，他才敏感发现宋锦情绪不高，不是小日子。媳妇儿没有道理心情不好啊，不会这么快就厌倦他的吻了吧？这才定亲多久，这还得了？你心情不好吗？宋锦闻言，眸光闪烁了一下，没有告诉他自己今日杀了人。可能是越靠近京城，心里越不安。我没事，我突然想到一个新型武器，正好没睡意，我去试着画出来。你先睡。你别画太晚，还有别着凉了。只是等到第2日他醒来，看见宋锦通宵达旦初步画出来的武器模型，还是被狠狠吓了一跳。这是你家乡最厉害的武器？他媳妇的家乡这是有多强？榨油机、制冰、灭蚊香、牙粉、新农具、火锅、香料、10发连弩、旁刀、烟毒火球，这些新玩意儿几乎每一样都在刷新他的认知。如今又出了一个他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火铳。他媳妇生活在如此强大的疆国，委实叫他羡慕了。以后你能不能带我回你家乡去看看？那个，不是我不想带你回去，而是带不了。他也回不去，他要是回得去，也不会答应与他定亲，更不会答应嫁他一辈子留在古代。带不了的意思是？萧衍之以为他的家乡严禁外男闯入，就是我也回不去了。如果能回去，我一定带你回我家乡看看。2个月后，白雪皑皑，寒风刺骨，宋锦与萧衍之都不知道自己运气算好还是算坏。若说运气好吧，官船还没有抵达京城，距离京城还有300里便不能走了，运河结冰了。
且好巧不巧，在距离京城最近的顺安府遇见了厉言与沈玉。哦，还有2个舞姬。若说二人运气坏吧，有歪打正着下了船，很巧合的避开了太子与燕王的2方人马。太子与燕王的2方人马蹲守渡口接近3个月，结果双双扑了空。当然这时宋锦与萧衍之一点儿也不知情。时隔几个月，在渡口遇到另一艘官船下船的沈玉，宋锦与萧衍之双双发现沈玉瘦了，不仅瘦了，眉眼更冷了。沈玉则发现宋锦更美了，萧衍之也一样，二人就像壁画走出来的神仙眷侣。好巧啊！一点不巧，我们迟了1个月出发。他做梦了，梦见运河结冰了，然后梦见一个身穿蟒袍、发束玉冠、腰缠玉石带、长得极像赵钱的男子出现在顺安府。因为梦境很模糊，所以他故意延迟出发。他想确认一下梦境里出现在顺安府的男人是不是赵钱。要是赵钱，近1年没见了，见一面也好。若不是赵钱，或许属于他的缘分到了。你们还记得我吗？四小家伙怎么可能不记得？当初想抢他们爹爹的狐狸精怎么又冒出来了？2个女娃脸都黑了。哼，不过他们现在一点也不担心了。他们娘前不久吃了一颗药，变法术一般，睡一觉醒来就变美了。狐狸精长得还不如他们娘好看呢。她这几个月瘦了一圈，全是给厉言给气的。在官船上近3个月，厉言每日与2女在房内交缠不止，还在官船上花钱如流水。厉言身上的盘缠早1个月前就已用光，如今是花他的钱。沈玉每每想起这个就火冒3丈，他养着厉眼不止，还养了2个贱蹄子，心情怎能好，怎能不瘦？对比宋锦，宋锦被萧衍之的爱滋养，变美不是没道理的。萧锦行、萧锦言、萧锦瑜、萧锦诺，答话。宋锦捕捉住4小家伙对视的眼神，猜测4小家伙想干坏事，当即便阻止。娘4小家伙没想到宋锦要他们搭理沈玉，一个个都愣住了，怀疑自己听错，仰头看见萧衍之也冲他们点头，才一个个撇嘴，挨个搭理沈玉。我记得，我也记得，我也记得。沈玉见4小家伙肯搭理自己，面色不禁动容。要知道逃荒时4小家伙对他的态度实在恶劣，更甚至当着全村人骂他狐狸精，骂他丑。我们打算去悦来客栈投宿，你们要一起吗？不了，我们有地方住。相识时，厉眼将文人墨客住的天下客栈变成青楼，宋锦到现在都记忆深刻，实在不想再听一次少儿不宜的叫声。再者，他公公秦军狡兔3窟，顺安府也有房子，住客栈哪有自己公公房子舒坦？宋锦刚说完话，5辆马车正好赶至，出现在视野。萧衍之握了握宋锦的手指，暗示宋锦离开。宋锦心领神会，没再与沈玉掰扯，转身就带着4小家伙上了马车。当沈玉看着5辆马车井然有序绝尘而去，他再转身看向一边的厉言与2个贱蹄子，脸都绿了。对比萧衍之宠爱的宋锦，他觉得自己就是厉眼的粗使婆子。马车要自己找，住客栈要花自己银两，包袱要自己提，实在忍无可忍了。厉眼，你想与你的2个外室住街头吗？对，不是厉大哥了，早在盘缠花光，厉眼让他养着就已经改口了。厉眼正与2个美人交头接耳，商量夜晚要换什么姿势，突然听见沈玉让他住街头，吓得脸色一白，连忙放开2个美人。玉儿，需要我做什么吗？沈玉将包袱扔厉眼身上。你的2个外室我瞧着不像外室，更像你原配，我反而像你的粗使婆子。怎么会？玉儿，
我的原配永远只能是你啊！他们不过是外室而已，连小妾都算不上。哼，是吗？既是外室，怎么没见他们伺候我？他们不应该喊我一声姐姐，给我端茶倒水，活儿不该他们做。你很快就要春闱，用不了多久就要当官，这点规矩应该不需要我来教你吧？要不是培养的苗儿暂时找不到更好的，沈玉早叫丽妍滚蛋，哪儿凉快回哪儿去了。如今忍着，不过是丽妍有望中探花，将来很有机会进内阁，有望成为次辅。玉儿，这不好吧？他们虽是外室，可却是顾群辅送的人啊。所以你舍不得是吧？你真舍不得可以，不过从今日起，你用自己钱去养，我不奉陪。他养着丽妍可以，但让他继续养着两个贱蹄子，除非他脑子有坑。玉儿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我没钱了呀！若不你先借我1万两，等我高中探花有钱了再还你。你说什么？1万两？1万两，他有，而且他的小金库已经有10万两银子。不过这都是他用自己福运志香与秀芳2个作坊辛苦1年挣来的。玉儿，我是这么打算的，租房子住实在不划算，所以我打算咱们直接进京城买座2进宅子。不过京城的2进宅子没个5、6千两恐怕买不下来，再者距离春闱还有2个月，这段时间要花费最重要。咱们不是金榜题名后就打算成亲吗？成亲总不能委屈了你，连宅子也没有不是？等沈玉嫁给了他以后，这个钱可以慢慢还。不对，是不用还了，毕竟都是他原配了。沈玉的小金库也等于是他的了。这想法是刚想到的，还是想了多久？玉儿，我刚想的，你放心，等我高中探花，一有钱了我一定还你。沈玉盯着丽妍的眼眸，想盯出个虚实，盯到最后还是道行不够，信了丽妍的话，虽不情愿，却仍是从自己的钱袋里抽出10张面值1000两的银票，递给了丽妍。东宫，阉人！太子赵祯怒喝一声，让你劫个举人都劫不住，还能办成什么事儿？赵祯觉得自己要被气死了。最近诸事不顺，刺杀赵钱的死士出发2个月，一点消息也没传回来。如今让贴身太监去拦截一个举人为自己所用，结果发现那个举人居然在前一个渡口顺安府下船了。下船就算了，太监好歹却把人带回京城呀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让人去顺安府把人接回来？赵祯又抓起一个酒杯，砰一声砸在周福的头上，眼里根本没把周福当成人看。在他眼里，周福就是阉人，就是他跟前的狗。是。匍匐在地的太监周福道了一个字，便起身，低着头后退着出去。等出了外面，再抬时，眸底闪过一道暗芒。不多时，又见他放了一只信鸽，信鸽还是像前次一样飞进了燕王府，落在窗边作画的赵红的书案上。贴身侍卫见了，直接取下绑在信鸽脚上的信筒。太子对介远势在必得。赵红闻言停下了笔墨，准备马车，本王亲自去会会这位连中4员，还未到京城就被竞相争抢的人物。是的，赵红查到了萧衍之的消息，得知萧衍之连中4员，更生了拉拢之心。要知道，如果连中6员，这种人物就是千古科考第1人，一旦入了翰林，是完全有资格做皇储老师的。若是武文帝哪日驾崩了，皇储成功登上帝位，那么内阁首辅的第1人选绝对就是帝师了。再反过来说，只要知道武文帝将萧衍之安排给哪个皇子做老师，谁就是皇储。不想当皇帝的皇子都不是好皇子，哪怕赵弘患有胸痹，他也想当皇帝。如今萧衍之成为皇储之争的关键人物，萧衍之必须为他所用。
时隔2个半月，终于可以不必再与4小家伙挤一个房间。萧衍之刚进了主房，关上门就激动地将宋锦拦腰抱起。在官船上2个半月，二人连亲吻都小心翼翼，每次宛若做贼似的，就生怕4小家伙突然哪个睁开眼睛。这回总算可以肆意妄为一回，萧衍之自然不愿意放过，宋锦也没有矫情，热情似火回应。时间不知道过去多久，二人克制分开，然后在各自的眼眸中看到对方的意乱情迷，听到了对方狂跳的心跳声，还有感受到双方体温的失常。阿锦，别说话，你不说我也明白你爱我。萧衍之闻言当真没再说话，只是紧紧抱着他，抱了许久，直到宋锦让他起身，他才不情不愿放开手。见萧衍之转身去沐浴冷静，宋锦也起身继续捣鼓他的火铳。自从计划做火铳后，在官船上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每到了夜晚，宋锦都在绘画火铳设计图，并且修修改改，不断的完善改进，从不厌烦。当萧衍之沐浴出来后，果然看见宋锦又在全神贯注捣鼓火铳绘图了。不过他也没有说什么，而是给他加了一件披风防寒，随后又走出房去，跟自己便宜爹要来一盆炭火，然后回来将炭火放到他的脚边。全程他一直默默做着这些事，一直没有说话打扰。总算在1个时辰之后，宋锦的火铳设计图终于宣告完工。我决定打造成镀金火铳送给你，喜不喜欢？若是外形镀金，再刻些雕纹上去，简直不要太帅。喜欢，只要是你送的，一切我都喜欢。就是黄金好像有点俗气，当然这一句给他1万个胆也不敢说。他的媳妇果然很爱钱，连武器都要打造成镀金。不过正是因为他喜欢钱，才显得他小女人特别可爱。3个月时间，火铳应该能打造出来。等我们成亲那日，我送你3大惊喜。若是二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，他不介意让他知道他的秘密。什么惊喜？居然有3个。把他自己送给他算1个，还有2个是什么？他实在想象不出，除了金榜题名，与洞房一样惊喜的还有什么？不能告诉你，反正洞房花烛夜，保证你很刺激，一辈子铭记于心。宋锦都忍不住想看到萧衍之被吓坏时的神情了。阿锦，话说一半又不说，这样故意诱惑他，真的好吗？1日午时，沈玉按着再次的梦境来到顺安府主大街的拱桥边。没错，昨夜他又做梦了，再次梦见身穿紫色蟒袍，发束玉冠，腰缠玉石带的男人。虽然梦境里男人的脸孔很模糊，但是沈玉觉得梦里的男人就是赵钱。沈玉梦见赵钱在拱桥边走下双马并驾的奢华马车，然后与一个带刀侍卫说话。没说多久，赵钱突然捂着心口倒地昏迷。梦见赵钱倒地，可把沈玉吓死了。虽然赵钱看不上他也不敢再对赵钱抱有任何幻想，但是他不能眼见赵钱出事，毕竟这是他之前看上的男人啊，且是未来皇帝。冲着这2个原因，他按着梦境找到了赵钱梦境出现的地方，打算救赵钱一命。他想着，既然不能成为赵钱的皇后贵妃，让他再欠他1条命也值了。有粮食与1条性命，足让赵钱保他一辈子。沈玉在拱桥处心急如焚地走来走去，总算正值午时当刻，他梦中双马并驾的奢华马车终于出现在他的视野。他惊喜地想奔过去，只是双腿刚迈开，
他莫名又犹豫起来，不知是与这个赵钱来个偶遇好，还是直接过去好。赵红并不知道自己不仅出现在沈玉的梦中，还被当成了赵钱。当马车过了拱桥，他就叫停了马车，然后拉拢了一下身上的狐裘披风，掀开车帘下了马车。主子，打听清楚了，纪元乘坐的马车往城南方向去的。那去城南找。言罢，他便转身正欲回去马车，可就在这时，他呼吸一滞，心口宛若被刀捅了一般，随之熟悉的钻心之疼瞬间侵袭他整个身子与四肢百骸。紧接着，他在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刻，身子突然直挺挺往后仰。主子，快，主子的药！随身御医慌乱给赵红喂药，但这些药不是什么神丹妙药。赵红不但没有一点起色，反而陷入了昏迷，面如死色，情况非常不好，随时可能猝死。那个，我也许能救他，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神医。当沈玉看清楚自己梦见的男人竟与赵钱长得5分相似，实在吓得不轻。他震惊发愣，呆傻半天之后，才反应过来自己的缘分似乎到了。在失去萧衍之与赵钱2个极品男人之后，眼前昏迷的男人就是上天赐给他的最好礼物。他一眼看上了赵红，即便赵红不如赵钱俊美，但是比丽眼那恶心玩意儿强1000万倍。且他一眼就看见赵钱披风里面身上穿着的紫色蟒袍，蟒袍啊，又与赵钱长得相似，8成是个皇子王爷。这不就是他心心念念想要找的好苗子吗？你说什么？原本遇到主子发病这种情况，任何人都不许靠近，且靠近者死。但他听到神医2字，是立即扭头去看沈玉。这一看怔了一下，他没想到对方竟是个姿色上乘的女子。我说我也许能救你们主子，我认识一个神医，他很厉害的，他一定可以救你们主子。沈玉口中的神医正是宋锦，一起逃荒半年，他清楚知道宋锦不仅治好自己娘家人的10亿，还治好8000灾民的吸血虫病。他虽不喜宋锦，可是宋锦的医术确实厉害到他不承认都不行。而且他从来没有佩服过任何女人，宋锦绝对是第一个让他心服口服的，也是第一个让他称为神医的女人。你们若是相信我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去找神医。神医眼下正好在顺安府，你们要速度做决定，否则我不知道神医今日会不会又会离开顺安府。哪里来的黄毛丫头？神医2字岂是你张嘴就来？你以为什么人都当得起神医？什么病随便一个人都能治？沈玉见御医身上背着一个药箱，顿时明白这个御医就是个眼红症，懒得理会，又对楚风说道：你快些做决定，现在午时，再迟神医真可能离开的，一旦错过，再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他瞧着赵红的病似乎挺严重的，否则都不需要带个御医在身边。他看上的男人啊，万不能刚刚遇见就死了呀。任宋锦想破脑袋，也想不到自己有天会被沈玉卖了，而且他也不知道沈玉是如何带着人找到他的。总之，就是一家7口正准备吃午饭的时候，秦宅大门被砰砰砰的拍响了。金姐姐，求求你帮我救个人，求你一定要救他，不然他会死的。宋锦当即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沈玉又喊他景姐姐了，萧衍之也没了吃饭的胃口，你喊啥不好，喊我媳妇儿姐姐。而且他转身瞄了一眼院落，看见一身侍卫打扮的楚风，还有楚风背上的赵红，不仅没了胃口，整张脸都直接绿了，让他媳妇儿去救别的男人，他不爽快。宋锦抬手握了一下萧衍之的手，我去看看，你与公爹孩子们先吃。人都直接背进来，再拒绝也迟了。你先回房，拿面巾带上。他媳妇脸上没丑话，如今这么美，别救个人反被人看上，惹来狂蜂烂蝶，他岂不得被气死？宋锦闻言抽了一下嘴角，但还是听了萧衍之的话，把人背去西厢房，我一会儿就来。好，
宋锦回房什么也没拿，就只是拿了面巾遮脸才去西厢房。沈玉在门口看见宋锦遮了脸，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宋锦故意遮了美貌。谢谢你。我不要你谢我，我只要钱，帮你救人可以，不过你先让人准备好5000两枕巾，记住，只是枕巾。什么？5000两？只是枕巾？沈玉忍不住怀疑宋锦是伺机想宰羊。宋锦就是想宰肥羊，他一眼就看出赵红身上的蟒袍，不宰肥羊宰谁？进去之后就看见乔装打扮的御医正在给赵红诊脉，楚风则与5个侍卫守在床边。听沈姑娘说你是神医，医术很厉害，可以救我们主子。能不能救你们主子，我要先看了才知道。御医闻言阴阳怪气哼了一声，不知小娘子从医几年了，主治哪方面？燕王患的是不治之症，先天凶痹，太医院的御医们全都判定无根治之法。眼前的小娘子瞧着不过20岁，就算娘胎里开始学医，医术也不可能高到哪儿去。不想救人是吧？不想救人，门在那边，请走不送。哎，你这小娘子，我们救人。大夫，你快帮我们主子看看。楚风要被御医气死了，主子都命在旦夕了，御医居然还有时间在他娘的瞎扯淡。其实算来他们也连累宋锦了，万一赵红醒不过来死了，只要最后与赵红接触过的人全部通通都得死。大夫请快些，主子昏迷近半个时辰了。魏大夫，你先让开一下。当他抬眼看见赵红的长相那刻，确实怔了一下，随后不解地看向沈玉。沈玉心虚地撇开脸，不敢回视宋锦询问的眼神。然而就算沈玉不说，宋锦也猜到沈玉这是又转移目标了，且这次眼光上了一个档次。把完脉，又问赵红一些平时症状。你们主子患的是先天凶痹，那我们主子能治好吗？你其实是想问你们主子能不能醒来吧？放心，一会儿你们主子我有办法弄醒，不过以现在的条件，你们主子的病无法根治，只能靠药物续命。如果是原来的世界，赵红或许可以做胸外科手术，在古代什么都别想了，他只能靠药物治疗。真的，我们主子能醒过来？只要赵红能醒过来，那所有人的性命都保住了。金姐姐，你真能将人弄醒来？不是我弄醒，而是我有办法弄醒。至于弄醒他的那个人，就你来帮忙吧。弄醒赵红的方法比较特殊，而这个人还真需要沈玉来完成。你过来，给他渡气。渡气？沈玉对赵红什么心思，宋锦很明白，只要以后不再来烦他与萧衍之，他就当成全了这个女主。对啊，他马上就要断气了，其他都是男人，你让男人给他渡气吗？人是你带来的，在场没有其他女人，你不给他渡气，谁给他渡气？大夫，你的意思是？他们主子虽有2个侍妾，但从来没有碰过。这要是让主子醒来发现自己被一个女人亲了，不知会如何反应。你们主子有带侍女来吗？还是你要亲自给你主子渡气？我丑话说在前，将来你们主子被传成断袖，可不关我的事。断袖二字吓得在场所有男人们魂门一紧。不，还是麻烦沈姑娘了。沈姑娘，你若舍身相救，等主子醒了，主子一定会补偿你，给你一个名分的。做主子的正妃侧妃是不可能的，但救了他们主子，即便不是夫人，再差也能纳为侍妾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这话正合沈玉的心意。沈玉很有信心，哪怕只是侍妾，将来他也能成为赵红的正妃。这不太好吧？别磨磨唧唧的，还救不救人了？要救赶紧的，过来，按我说的做。左手捏住他鼻子，大口吸气，屏住，俯身，嘴包住他的嘴，给他渡气。渡完后松开他鼻子，然后再继续第2次渡气，如此反复。沈玉听了宋锦的话后，既期待又害羞上前。他期待与赵红有亲密接触，害羞是因为在场还有其他人，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种夫妇才能做的事，岂能不羞？但是为了自己的缘分，他选择拼了。
他听从宋锦的吩咐，按照指示，左手捏住赵红的鼻子，右手扶住赵红下巴，吸气，然后封住赵红的唇、肚脐。荒唐啊！御医简直不敢直视，但他又很想知道宋锦所谓的方法能不能将赵红弄醒过来。楚风与其他5个侍卫也不好意思看，一个个避开眼去。只有宋锦始终盯着赵钱，胸腔起伏。当沈玉肚气几10下之后，他伸手探了一下赵红的颈动脉，感觉到搏动明显增强。你继续，直到他醒来为止。醒来不必再找我，留下诊金5000两，便可以带人直接离开。言罢，宋锦转身就走。楚风与御医双双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，他们没听错吧？诊金5000两。2人想拦住宋锦，可是还没有开口，床榻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咳嗽声。2人全身一紧，转眸看去，却见赵红醒了过来，正瞪大着黑眸瞪着亲他的沈玉。那个，我刚是在救……主子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主子突然旧疾发作了，是这位沈姑娘帮忙找的大夫，也是沈姑娘设身替主子渡气。赵红闻言眸子一缩，随后打量周围的环境，半晌眸光冷漠，再落在沈玉的脸上，盯着沈玉看良久，起身冷冰冰扔下一句：带回去，赐为侍妾。对于如此身体的他来说，女人皆是百事，府上已有2个侍妾，再多一个不多，让沈玉享受一辈子荣华富贵，已是莫大的补偿。沈玉没想到自己真的得偿所愿，眸底难掩欣喜，但赵红丢下一句话后，就仿佛再也看不见他这个人，起身向他，又看着房内的环境。救本王的大夫呢？没有说什么？有，他说留下诊金5000两，主子就可以离开了。赵红原本心里还打算将救他的大夫带回燕王府，多一个大夫给他治病。听了楚风的话，着实愣住了。整个大号不知多少大夫挤破脑袋想替他治病，他这还是第一次被人赶走的。